大家好，我是夕阳。上海的黄梅天闷热潮湿，身上总是黏黏的，身体觉得非常沉重。今天分享一个美食方子，老上海黄梅天的祛湿利器——冬瓜薏米芡实梅花骨汤。梅花骨骨髓中的胶原，加上冬瓜的利水特性，搭配芡实、薏米特有的祛湿功能，喝完身体像拧干了毛巾一样清爽。跟着我一起来制作吧。我买的一包梅花骨有2斤，今天做汤用1斤就够了。先把梅花骨在冷水中浸泡30分钟，泡去其中的血水，炖好的汤才不会有腥味。梅花骨中一丝丝的油脂，形如梅花，它的肉质非常软嫩。梅花骨骨髓中的胶原可以让薏米芡实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把冬瓜用刷子狠狠地刷干净，冬瓜皮上有许多坑坑洼洼，里面藏着许多泥土和细菌，所以一定要洗刷干净。冬瓜的皮里有利尿成分，具有超强的祛湿作用，如果去掉，效果会大打折扣，所以冬瓜皮一定要入汤，丢了等于白煮了。中间的冬瓜籽就去掉不要了，然后把它对半切开，取其中的一半，大概400克，切成4厘米厚的大块。制作视频不易，请帮我按赞订阅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切成这样大小比较耐炖，煮好后形状也不会散掉。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。这里是30克芡实，芡实有祛湿特效，挑选时选颗粒圆整、干燥的就可以。颗粒的大小和营养没有关系，还要准备40克薏米。生的薏米是寒性的，炒过的薏米才能激活祛湿的功效。炒制的时候锅中不要放油，用小火慢慢翻炒。大概需要8分钟左右。等炒到薏米微黄，可以闻到像爆米花的香味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小碗中，芡实也一起加入，再倒入清水浸泡20分钟。一会儿煲汤时，薏米和芡实里的有用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。浸泡了30分钟的梅花骨，血水都出来了，用清水冲洗一下。短时间的浸泡并不会造成肉里面的营养流失，反而可以去掉大部分的血水和残质。你看，现在梅花骨表面已经很干净了。然后把洗干净的梅花骨放入冷水锅中，把梅花骨再焯一下水。焯水时尽量选择大点的容器，多放点水，水还可以再多加点。加入少许黄酒，2片生姜，开大火先把水煮沸。可以看到水开后，血沫像火山喷发一样不停涌出。梅花骨骨髓多，血沫也多，所以焯水要焯煮5分钟，让血沫彻底出干净。要不断的撇去浮沫，这一步一定不要偷懒哦。好多朋友问，焯好水反正要洗，为什么还要撇沫？这是因为浮沫去掉后不会粘在排骨上，方便之后的清洗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知道血水有没有出干净。像这样没有浮沫涌出来了，焯水就完成了。然后把梅花骨捞出来，再用温水清洗一遍。如果用冷水冲，会让肉质收紧发硬，炖好后猪肉的口感就不会软嫩。然后再把猪骨放入砂锅中，薏米芡实也一起入锅，放入3片生姜，加入2升温水或者开水，
再加点绍兴黄酒，先不要盖盖子，开大火先把水煮沸。烧开后如果有浮沫，要再撇干净。这样煮出来的汤非常干净，香气更加浓郁纯正，不会有一点腥味。最后盖上锅盖，转小火慢炖50分钟，让骨髓胶原慢慢融化。这里有个小窍门，炖汤时要保持微沸的状态，炖出来的排骨才会软嫩。如果一直大火滚煮，肉质容易变老。时间到了，打开锅盖，把里面的姜片挑出来。50分钟的炖煮，让汤色看上去已经很浓了。梅花骨肉质柔嫩，炖出来的汤味道鲜香，而且不油腻。把冬瓜加入锅中，黄梅天的时候，这样的汤我每周都会喝上2次，感觉身体会轻松许多。梅花骨加上冬瓜和薏仁芡实搭配，真的是梅雨天祛湿的黄金组合。再加入2勺食盐调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冬瓜如果久煮，皮中有用的物质就会变弱，祛湿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要看好时间，炖煮不要超过30分钟。看到冬瓜变透明了就好了。现在整个厨房都充满着肉骨的香味。薏米和芡实都非常酥烂了，其中的营养也已经完全融化。盛上满满一碗，先喝汤再吃肉，精华全在这一碗汤里。如果用高压锅，得先压20分钟，等自然放气后再加冬瓜，再压3分钟。感觉效果没有砂锅炖得好，建议还是用砂锅慢炖吧。趁热食用，可以让你大汗淋漓。现在我已经养成了黄梅天喝汤的习惯，再配合能微微出汗的运动，湿气早已乖乖远离。希望这个梅雨天自救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别忘了收藏起来，或者哪天就会用到了。我是夕阳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